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拉维加亚拉姆是英国彻斯特伯爵夫人医院的一名高级儿科医生。2015年6月起，拉维医生注意到自己供职的儿童医院开始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新生儿意外死亡激增的情况，为此他非常担忧。直至2016年7月，儿童健康学院的一份报告从侧面证实了他的这一大胆推测。拉维医生回忆说，其实早在2015年秋天的时候，他就向医院高级护理总监提醒过，要特别注意可疑的患儿死亡或者是濒死事件，但很遗憾，他的担忧被人忽视了。无奈之下，2016年2月，在医院持续发生儿童意外病亡事件后，大约是第14个孩子 Baby K 再次发生意外事件后，拉维再也坐不住了，他跑去向医院的医疗事故科主管报告了这一系列可疑的事件。随后，拉维要求与主管的上级管理层见面，3个月后依然没有得到重视。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医院的高级管理层向拉维及其同事施加压力说，请大家不要大惊小怪，只是偶发的最近一段时间新生儿的死亡率有些偏高而已。其实拉维心里清楚，这前后不足1年的时间里，就多达22名无法用医学解释的婴幼儿夭亡或危及生命的倒下，绝不是什么死亡率偏高的偶发事件，而是有人故意为之的人祸操纵事件。拉维说，他曾亲眼目睹了莱比站在一名婴儿身边，婴儿的呼吸管已经脱落，婴儿的血氧水平正以危险的速度直线下降，但莱比就那么面无表情地站在旁边，没有任何想要抢救的意思。尽管拉维进行了紧急干预和心肺复苏，但让人非常意外的是，3天后，拉维当时诊断健康无疑，绝不会致命的宝宝还是夭折了。以上拉维医生所述的内容发生于2023年2月，英国曼彻斯特刑事法庭证人席上，他向主审法官证实的证言。本次庭审的被告席上正在受审的是被指控在2015年至2016年间，在英国彻斯特伯爵夫人医院谋杀了7名新生儿，意图谋杀另外15名新生儿的该医院负责新生儿看护工作的住院护士露丝·莱比。莱比对包括7项谋杀罪和15项谋杀未遂罪在内的22项指控全盘否认。不管法庭之上的检察官出具了多少人证或者物证，莱比从始至终一律不认，似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只要我不认，你奈我何？真的会是这样吗？如果不是为了过审，我倒真想详细描述一下莱比那人神共愤的畜生行径和他那匪夷所思的阴间动因。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如果护士莱比被控的彻斯特医院22例儿童连续被杀被重伤事件被正定罪，莱比将会成为英国历史上最高产的儿童杀手，而且是连续作案跨度没有超过1年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已经入院工作5年之久的护士莱比为什么突然兽性大发，连续犯案，还专挑自己就职医院里的新生婴儿呢？鼓励大象马上开始。故事开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故事的主角嫌疑人露丝·莱比。现年33岁的莱比是一名来自英格兰北部利物浦附近城市彻斯特的新生儿科护士。莱比于2011年开始在彻斯特伯爵夫人医院的新生儿科工作。在2013年，彻斯特标准的一份简介中，莱比将他的工作描述为照顾需要不同程度支持的各种婴儿。本案的主理检察官尼克·约翰逊表示，2015年1月之前，彻斯特医院新生儿科的死亡人数从统计数据上来看，与其他医院并无多大的差别，但从2015年2月后，只要露丝·莱比担任新生儿护士的工作时段，垂死婴儿和严重灾难性崩溃的婴儿数量就会显著增加。朋友们可以先行留意一下这组词汇的应用，虽然是机器翻译的外文资料，万象还是觉得用词已经相当的克制和准确了。什么叫做严重灾难性崩溃的婴儿数量？稍后我们会详细讲解。检察官尼克向庭审法官重申时，给出了专家们及检警们得出的一致结论：那些不明原因、无法用医学解释的婴儿们的死亡，都是露丝·莱比自私的恶毒的行为造成的。
Baby O 和 Baby P 是 Libby 谋杀的最后2个孩子，位列22项罪状的第20和第21位。最后一位，也就是第22个被意图谋杀的，是和他们一起出生的3胞胎里面的第3胎 Baby Q。兄弟3人出生的时候 ，Libby 并不在医院，当时他和他的朋友正在伊维萨岛度假。检察官尼克在法庭上陈述，33岁的 Libby 当时逃脱了这么多的惩罚，这让他在彻斯特伯爵夫人医院新生儿病房错误地相信自己几乎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2016年6月21日，自然受孕的3胞胎出生后不久，Libby 就和2个朋友从伊维萨岛度假回来。警方调查的资料也显示，6月22日下午，Libby 在短信息里面对同行的朋友说要回医院了，好开心啊！听说医院里面有人生下3个一模一样的孩子。信息里面的 Libby 表现得异常亢奋，他还说对于同时能够看到3个一模一样的孩子感到非常兴奋。朋友说当时收到 Libby 的信息就已经感觉很奇怪了，没有人在度假的时候听到工作上的事情，甚至谈到回去上班还会如此的兴奋。在他们看来 Libby 并不是一个那么热爱工作的人，他常常收到 Libby 源自工作的抱怨。很遗憾，就在 Libby 的朋友收到信息的72小时后，3胞胎兄弟当中的2个就死了，另外一个 Baby Q 如果不是被他的家人及时制止，估计也和他的兄弟们一起走了。检警调查了 Baby O 的死因，比 Libby 在2015年8月谋杀的双胞胎男孩中的 Baby E 的案件更为恶劣。Baby E 稍后我们会讲到，这次 Libby 通过静脉注射和鼻胃管给 Baby O 注射了大量的空气，并使用大力造成肝脏损伤，从而谋杀了 Baby O。事后 Libby 为了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伪造了自己的工作笔记。尼克认为，事发到3胞胎中的第1个孩子 Baby O 时， Libby 已经完全失控了，因为第2天他对3胞胎中的 Baby P 又做了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 Baby O 离世后不到24小时 Baby P 也走了。 P 宝宝走后，孩子们的父母坚持要将唯一幸存的婴儿 Baby Q 转至他院。 BBC 的报道显示，3胞胎的父亲说，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这家医院有问题，如果他们坚持不让自己转院的话，他会当场发飙，我必须带走我最后一个孩子。似乎 Libby 所虐杀的孩子们当中，他对多胞胎总是那么的情有独钟，甚至那样会让他越来越兴奋。3胞胎的父母说， Libby 将孩子们穿好衣服的遗体以及放有孩子们重要遗物的盒子带到了病房。当时 Libby 显得非常心烦意乱，情绪激动，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崩溃，几乎和我们一样极尽崩溃。面对已经离世3胞胎中的 Baby O 和 P， 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最后在一家人的强烈坚持下， Baby Q 顺利转院。当时 Libby 在此期间不仅语带歉意地向夫妻2个道歉，说自己没能照顾好他们的孩子，还恳请3胞胎父母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照顾 Baby Q。万象真的不得不说，这个女人心理素质太强大了，前面已经杀了人家的2个孩子，最后她居然还能厚颜无耻、面不改色地上演悲情大戏。Baby L 是名女婴，孩子的母亲说，她是2015年10月23日凌晨被叫到医院的。当她走进病房时， Libby 和另外2个人正在试图对她的女儿进行复苏。孩子的母亲对 Libby 特别有印象，因为早产的女儿最初身体有些不适，在护士们的照顾下慢慢已经好转。她说，当时 Libby 让女儿坐在她的膝盖上，边逗孩子边说，你看她一点都不像一个不足月的婴儿，她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和渺小，她很可爱。 Libby 帮 Baby L 准备了洗澡水，在给宝宝洗澡的时候，提议孩子的母亲可以用自己的手机给他和宝宝拍照片。这位母亲同意了，但是就是这一幕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诡异和恐怖，不止细思极恐，堪比惊悚级大电影。 BBC 的报道强调， Libby 曾3次试图杀死 L 女婴，分别是2015年9月30日、10月12日和10月13日。第4次在10月23日， Libby 终于成功的杀死了 L 宝宝。女儿去世后，孩子的父母被带到访问室，在那里他们被 Libby 问到是否想给女儿洗澡，甚至 Libby 说她很怀念给 L 洗澡的时光，希望孩子的父母能够满足她这一小小的愿望。 Libby 看起来比他们做
父母的还要伤心。如前所述，那是一副泪流满面的情景。莱比啊莱比，你不去做演员，真是太可惜了。莱比这个显眼包一旦上线，即是全情投入啊。莱比搬来儿童浴缸，他说他可以拍一些照片，让孩子的父母拿去纪念。咦，朋友们啊，现在是不是明白了为什么之前我会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诡异了吧？哪个父母会拍自己离世孩子的遗体留作纪念啊？要纪念也是会留存活蹦乱跳时的照片啊。就在莱比和孩子的母亲一起给已故艾尔洗澡的时候，莱比面带微笑，一边洗澡一边继续讲述他在第一次给艾尔洗澡时的情景，并大赞艾尔宝宝当时是那么的乖巧可爱，并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艾尔宝宝的喜爱和惋惜。其实此时孩子的母亲已经非常生气了，厉声对莱比说道：“莱比，请停止说话。”这个语气基本可以理解为请闭上你的臭嘴。在莱比所犯下的20多个案件中，并不是个个都这么顺利。2015年8月3日，刚刚生下一对早产双胞胎5天的一位妈妈走进了儿子所在的病房，给他们送去新鲜的牛奶。但她并不知道，当时莱比正在对 Baby 1实施攻击。这个小一就是我们之前在讲3胞胎时所提到的 Baby 1。这位母亲说，当时自己的出现打断了正在攻击婴儿1的莱比。小一当时看起来很痛苦，嘴角还在流血。莱比看到小一母亲后非常淡定。根据小一母亲的回忆，莱比试图安抚她，并告诉她稍后会有另外一名专业医疗人员过来检查婴儿，并要求孩子的母亲需要马上离开新生儿的病房。莱比一边把1的母亲往门口推，一边说：“请相信我，我是一名专业的护士。”但是很明显，孩子的母亲被这位专业的护士欺骗了。晚些的时候，1宝宝出现了严重的失血。治疗登记员在警局受训时表示，他从未遇到过小婴儿出现如此大的出血情况。因为1宝宝和 F 宝宝是一对早产双胞胎，所以当时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8月4日凌晨 ，Baby 1去世后，莱比制作了欺诈性的护理记录。这些记录虚假，具有误导性，旨在掩盖他的踪迹。1宝宝也是这些被害的宝宝当中来到人世间遇害最快的宝宝，遇害时出生仅只有5天。此后，莱比对1宝宝的家人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兴趣。在孩子去世后2天，社交媒体上就有人对他们进行了搜索，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多次进行了搜索，甚至在圣诞节的当天，与 Baby 1一同出生的还有他同卵双胞胎兄弟 Baby F， 他们一同出生在另外一间医院——乌利普妇女中心医院。但在他们出生的那天，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所以他们的母亲被送往彻斯特伯爵夫人医院。就在婴儿1离开后的第2天，莱比首次使用了胰岛素毒害婴儿，试图谋杀 Baby 1的双胞胎兄弟 Baby F。医生给 F 宝宝开了一袋 TPN 营养液，后来他的血糖水平意外下降，心率激增。医院对他的胰岛素水平进行了检查，结果确凿的证据显示，有人给他注射了胰岛素毒害他。因为新生儿病房中没有其他婴儿注射胰岛素，因此 Baby F 不可能是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接受了其他孩子注射的药物。莱比将胰岛素注射到了 TPN 袋中。检察官尼克认为，作为孩子的指定护士，这一切不可能是场意外。双胞胎父母在小一夭折后的第2天，热切的希望能够给他们幸存的孩子 Baby F 办理转院，但被莱比告知已经没有交通工具了。2015年8月5日，当天夜间夜班结束后，莱比给一位同事发了信息，这个婴儿的低血糖情况有些不对劲，很是让人担心。但紧随其后，当天夜间，他又给另外一位同事明娜拉帕莱宁发了信息，今晚你要喝点吗？我真的是需要放松一下了，我好久没有放松过了。TF 2020见面吗？拉帕莱宁用 OK 表情回应了莱比。由于案件涉及的被害婴儿比较多，万象没有办法一一道来，但就以上莱比所犯的事情，已经让人毛骨悚然，匪夷所思了。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莱比在谋害每个婴儿的时候，作案手法都会有所细微的不同。为了过审，万象不能细数，简单的做个总结，莱比总是会对每个婴儿换着法的，让他们看起来是死于不同的病症。但有一点是莱比比较偏爱的，就是把空气注入到不同的婴儿气脏里。按照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莱比似乎是个显眼包，人越多他越演得越起劲。他的这一变态人格在心理学上有个
专业的名词，叫做表演型人格。他还特别享受以此带来的关注，他似乎还能在不同的场合切换不同的人格表演，严重怀疑他有多重人格分裂症和表演型人格障碍。最新的消息显示，案件已经进入陪审团审判阶段，但没有任何消息能够证实雷比患有精神方面的病患。上面的内容只是万象根据现有的报道发表的个人看法，但是如果雷比的精神方面真有问题，按照英国现行法律，想严惩雷比会是一个大问题。依据上面总结的内容，有一件事情特别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大家应该还记得2015年10月23日去世的 Baby L， 就是雷比非要给已故的女婴洗澡的那个 L 宝宝。L 去世几周后， L 的父母收到了画面上出现的这张卡片。这张卡片曾于2013年1月出现在曼彻斯特刑事法庭。卡片的标题显示为“你所爱的人都会将你铭记于心”，没有任何言语可以让这一次变得更轻松。莱比写道：“能够照顾L宝宝，并了解你们这个家庭，真是一种荣幸。你们家庭总是把宝宝放在第一位，并为他竭尽全力。他将永远是你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今天和永远都在想你。”莱比还为无法参加女孩11月10日的葬礼而道歉。至于为什么莱比在杀害别人的女儿后还要写上这样一个卡片，在葬礼当天送到孩子父母的手上，目前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个毒女分明就是很享受如此恶作剧给自己带来的快感吧。Lucy Levy 首次被捕的时间是2018年7月3日早上6点，在彻斯特3举市的家中，罪名是涉嫌袭击他所照顾的婴儿。2016年6月底的一天，他在彻斯特伯爵夫人医院新生儿科完成最后一次轮班后，也就是3胞胎的父母顺利为 BBQ 办完转院手续后，伯爵夫人医院的顾问们对 Levy 本人以及新生儿护士站的同事及诸多疑似受害患儿的家属共同联系后，做出了对 Levy 的行为表示担忧的决定。卫生主管将 Levy 调往医院的风险和患者安全办公室从事文职工作，避免让他再次接触婴儿。其实早在2017年5月，柴郡警察局在得知 Levy 的可疑行为后，对死亡事件展开了调查。此后 Levy 因涉嫌死亡事件而3次被捕，第一次是在2018年，第二次是2019年，不过2次都被释放，最后于2020年11月被捕后还押候审。公开资料显示，警察在莱比家及护士站周围发现的便利贴中写道：“我故意杀死了他们，因为我没有能力照顾他们。”检察官尼克在法庭出示的另外一张纸条上写着：“我是邪恶的，我做了这件事。”调查人员声称，他们还在莱比家中查获了与受害者有关的文件以及日记，其中写有死去婴儿的名字首字母，以及杀了我和我不知道我是否杀了他们也许的字样，以及我做到了，也许这一切都取决于我。尽管这些证据从侧面能够证实孩子们的死亡确是莱比所害，但是日前在英国开庭的最新消息显示，莱比对检察官的所有指控概不认罪。还有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失控且恐怖的莱比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2023年6月8日，英国曼彻斯特刑事法庭庭审现场，检察官尼克的一个提问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个疑问。2016年6月23日当天，也就是莱比正在谋害3胞胎中 Baby O 的那一天，莱比和朋友从伊维萨岛度假回来，回医院上班的第一天早上，莱比刚进医院就给一位医生发去了信息：“你说你不能留在 NNU。”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当然，我还是想当面听您说说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许我们中午可以一起吃饭。检察官尼克质问莱比：“医生的缺席，你是否感到失望？”莱比回答说：“是的，我很喜欢和医生一起工作。”来自媒体的消息显示，莱比之所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婴儿，就是因为他对医生爱而不得。伤害婴儿只是想引起医生的注意，好让医生不得不站在他的面前。Oh no！ 上帝啊，快来制止这个魔鬼吧！以上，感谢收看，订阅万象，平安喜乐。